素书这本书被当成了权谋秘籍，但黄石公真正要教的藏在内之邪里。内之邪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的一座桥说起。桥上走来一个年轻人，他不是普通人，他刚刚干了一件惊天大事，找了一位大力士打造了一把120斤的大铁锥，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铁锥砸中了副车，秦始皇侥幸逃过一劫，他也成了全国通缉的要犯，只能隐姓埋名逃到了下邳。就在那座桥上，一个衣着邋遢的老者迎面走来，故意把鞋掉到了桥下，然后转头对他说：小子，下去帮我把鞋捡上来。你想想这个场景，这个年轻人就是张良，他是战国时期韩国的贵族后裔，散尽家财只为替祖国复仇，刚刚对着全天下最有权力的人策划了一场生死狙击。他是什么脾气？一个我字写的有天那么大的人，但他忍住了，下去捡了鞋，跪在地上给老者穿上。老者笑了笑走了，走出去又回来说：你这小子可以教，5天后天亮之前来这里见我。张良按时去了，老者已经先到了，骂他迟到，让他回去。第2次他又迟了，第3次张良半夜就去等着，老者终于满意了，递给他一卷书，说了一句话：读此则为王者师。这卷书按照史记的记载是太公兵法，后来宋代学者张商英考证认为他真正的名字就是素书。后来的故事所有人都知道，张良凭着这本书里的智慧，辅佐刘邦打下了汉朝天下，被封为刘侯，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谋士之一。于是2000年来，大部分人都在钻研这本书，里面到底写了什么秘诀，能让一个流亡的通缉犯变成帝王之师。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这本素书跟前面几本非常不同，它不是小说，不是戏剧，是一本只有1300多字的策论小册子。传说作者就是桥上那个扔鞋的老者黄石公，但我今天想告诉你，流行的读法大多都看反了。黄石公真正要教张良的东西不在那本书里，在那只鞋里。这是用佛学解构名著系列的第5期。之前4期我们拆了镜花缘的种子与时令，西游记的心源与我执，红楼梦的变计所执与梦醒，牡丹亭的情执与沉睡。这本书短到你10分钟就能读完，但它被当成权谋宝典、帝王心术、职场升级手册流传了2000年。今天我想让你看到的是，它从来都不是一本只教你怎么赢的书，它是一面镜子，照的不是你的对手，是你自己的意识处在哪个层级。我们先回到那只鞋，黄石公为什么要扔鞋？标准解读是他在考验张良的耐心和谦卑，但你用我们频道建立的框架想一想，他真正在考验的是什么？张良那时候是个什么状态？一个被复仇之火彻底驱动的年轻人，他的整个认知系统被一颗种子占满了。秦灭了我的国，我要报仇。这颗种子的精度权重高到了什么程度？高到他可以散尽家财，孤注一掷，拿命去赌一场刺杀。他的莫纳什围绕着复仇者这个身份建造了一座钢铁堡垒，所有的信息，所有的决策，所有的行为全被这个身份过滤和驱动。黄石公扔那只鞋不是在测试耐心，他是在测试这个年轻人的莫纳什还有没有松动的可能。一个我执大道敢去刺杀皇帝的人，能不能在一个毫无道理的要求面前，给一个陌生老者捡鞋穿鞋，把那个我字放下来，哪怕只放下1秒。张良放下了，不是因为他谦虚，是因为他的意识系统里还残存着一丝灵活性。莫纳什虽然强大，但没有把他完全锁死，他还能在我是堂堂韩国贵族以及算了给他捡吧这两者之间做出一个不同的选择。这1秒的松动就是一切的起点。黄石公3次约见，3次考验，做的事情本质上
和五行山雅孙悟空是同一件事，反复制造外部刺激，看你的自动反应模式能不能被中断。每一次张良忍住没发火，每一次他比上一次更早到达，他的莫那时就松动了一点。到第3次半夜去等的时候，那个我是谁，凭什么要受这种气的自动回路，已经不再是他的默认反应了。黄石公给他书的时候说，读此则为王者师，大部分人理解成读了这本书你就能当帝王的老师，但我倾向于认为这句话更像一个诊断。你现在的状态终于配得上读这本书了，不是书有多高深，是你的意识终于腾出了接收它的空间。好，那书里到底写了什么？素书全文不到1400字，核心提到了5个字，分别是道、德、仁、义、礼。素书原文里说，这5者是一体的。而如果我们结合老子的框架来看，这5个字之间其实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层级结构，一个从内到外的退化诊断。道是最高层，看见事物如实的样子，行动完全顺应因缘，不多一分，不少一分。用我们频道的话说，就是元辰时没有变计所值的叠加，对一它起的数据流完全开放。德是道的自然流溢，你不需要做一个有德的人，当你的认知足够清澈，德就自动发生了。就像水往低处流，不需要努力，它只是顺着地形走。人也一样，人已经退了一步了。你开始需要主动关心别人，这意味着你已经有了自己和别人的分别。心是好的，但那个我在行善的标签已经隐隐约约贴上去了。义又退了一步，你需要原则来指导行为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需要一套规则来判断。直觉已经不够用了，你得靠框架来补。礼是最底层，你需要外在的规矩、仪式、社会规范来约束自己。到了这一层，行为完全依赖外部规则，内在的觉知已经退到了最远处。看出来了吗？这不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升级路径，它是一个从内到外的退化诊断。每退一层，你就离真实远一层，你需要的外部支撑就多一层，你的系统就脆弱一层。这和老子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一模一样。这不是巧合，素书的底层思想内核就是道家的。现在我要问你一个特别当下的问题，今天的知识付费市场、自我提升市场，还有效率工具市场，你花钱买到的那些东西，你感受一下，他们是在帮你往上走，还是在帮你把底下那一层砌得更结实？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成功人士的5个思维模型，每天5分钟改变你的人生。你感受一下这些产品的质地，全是在礼和义这一层运作，给你框架，给你规则，给你清单，给你标准操作流程。有没有用？有用。但素书指向了一个不太舒服的事实，你在礼和义这一层叠加的工具越多，越依赖，你离道和德可能就越远。不是因为工具不好，是因为工具本身会成为一种变计所值。你对框架的依赖会遮蔽你本来就有的直觉力。这就好比一个人走路本来好好的，有人给他一副拐杖，说用这个走更稳，他用了，确实更稳了，然后他就再也不敢放下拐杖了。时间一长，他自己的腿反而退化了。拐杖从辅助工具变成了必需品，他以为是拐杖让他能走路，却忘了他本来就会走。素书说的正是这件事，你不需要更多的框架，你需要的是把遮蔽你直觉的那些东西彻底清理掉。现在回到张良，他的人生弧线才是素书最好的注脚。博浪沙刺秦，这是纯粹的莫那什在驱动。复仇、愤怒，我一定要，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整个行动的底层是一颗执念种子，不是对形势的清醒认知。碰到黄石公，得到素书，意识系统开始松动，他从我要报仇
切换到了我要看懂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注意力的方向彻底变了。辅佐刘邦，这是术书智慧的实战部署。张良被后人称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但你仔细看，他在楚汉之争里做的事儿，几乎全是看见的功夫。他不冲锋陷阵，那是韩信的事儿；他不搞后勤，那是萧何的事儿。他做的是在所有人都看不清的时候，指出事情真实的样子。刘邦想封六国后人来拉拢人心，他说不行。鸿门宴上所有人都慌了，他看得清应该怎么走。他的力量不来自技巧，来自亲民。但最精彩的是最后一步。汉朝建立之后，韩信被杀了，萧何被关过监狱，刘邦手下的功臣一个接一个倒霉。张良呢？他主动交出了所有权力，说自己要去跟赤松子学修仙，然后消失了。2000年来，人们把这当成急流勇退的政治智慧，但用我们的框架来看，这是一个完整的从迷到悟的弧线。你把刘邦阵营三杰放在一起看，就看见了那5层阶梯上的3个人影。韩信困在义这一层，他心里有一本账，我打了多少仗，立了多少功，你该给我什么。他拿着一把算盘去量天道的回报，算盘算得越精，他就把自己绑得越紧，最终是这份执念把他送上了绝路。萧何停在人这一层，他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但始终在君臣这个框架里做一个好臣子，框架保护了他，也限制了他。而张良走到了最后，站在了道的位置，他看见了整个游戏的规则，然后平静地走出了游戏。权力、地位、功名都是依他起的数据流，该来就来，该走就走，不需要抓取，也不需要逃避。这让我想到一件事，今天有很多人在学各种各样的智慧，读书、听课、建框架、学模型，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术书提醒你注意一个陷阱，你有没有把学习智慧本身变成了一种执着？你收集了100个思维模型，建了30个知识库，读了500本书，但你有没有在任何一个安静的瞬间关掉所有的输入，就那么坐着，然后问自己，剥掉这些框架之后，我还能看见什么？那个瞬间的答案可能比500本书加在一起都重要。书是写给准备好的人看的，而准备好的意思不是知识储备足够，而是遮蔽足够少。所以术书真正的秘密不在那1300个字里，它在你能不能像张良一样，在一个看起来毫无道理的要求面前，把那个我凭什么放下来。它在你能不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个简谐的时刻，一个让你的莫那时不舒服，让你胸口堵了一下，让你的自动反应模式被中断的时刻，然后选择不跟着惯性走。每一次这样的选择，你的意识就松动一点，你就往道靠近一步。不需要1300个字，甚至不需要1个字，你需要的只是一只鞋。对于这一期的内容，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自己现在是站在道德、仁、义、礼的哪一层？你的生活里有没有那个黄石公扔鞋的时刻？这个系列下一期你想听什么？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再见。